light can drive out the darkness. 大家好，我是小雨。今天我们来讲一下西尔维亚。自西尔维亚翻新后，其实已经过了很长一段的时间。那现在我也已经恢复更新了，会慢慢的补上给大家的。那西尔维亚在翻新前，我是推荐大家带瞬移去秒敌人的后排的。但现在我们西尔维亚更流行带反击或石化。不过因为技能组的关系，现在已经没有特别适合出肉装了，所以反击现在对我们来说，主要就是要它的减伤效果。还有在大招时，我们站在圈圈里面跟敌人战撸拼命的资本。这边是西尔维亚在大招时开反击战撸的示范，可以拼命吸血。但我个人其实并没有那么喜欢带反击的，原因就是即使我们带了反击，也是非常有可能来不及按就直接跟大家说再见了。而且带反击的话，我们想要留人就非常依靠大招，光一技能的晕眩是没有办法给上我们二技能的完整伤害的。另一点就是，如果我们没出什么肉装的话，常常反击都来不及开，或是开了也一样被秒杀。我这边放几个片段让大家参考一下。所以我是觉得带反击打起来不够舒压，也没有带石化来得更好拼命或反杀。所以我认为倒不如死就死吧，被秒杀就算了。这边推荐个石化全工装玩法给大家。虽然这样玩很容易送头，但现在西尔维亚就该这么玩的。看这伤害连大招都还没放，敌人就死了，并且这样也比较不会太依赖大招起手关人。比较耐、比较硬的敌人，或是前期输出还不够的时候，我们的连技也才更能持续输出更久。那前面这些片段，我大部分还是带狂潮袭击的，因为伤害比较高嘛。但我后来发现带超载时间会更猛，一套连技是能把出满防装的敌人给空到死的。这边让大家看雷拉木装，我帮他买了3个魔方装，然后还有这么多的血量，而且我也并没有把自己买到满装的状态，看这伤害有多恐怖。也就意味着西尔维亚就算是逆风很惨，也是有办法可以打出伤害的。再来稍微还是讲一下技能组吧。一技能往前冲刺后挥出长枪，造成范围晕眩1秒钟，配合石化可以打出二技能的全部伤害。让大家看一下达姆斯被打到便秘的样子。二技能就是戳人啊。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在出了天堂之雨之后，我们先叠好装备的攻速，再开二技能的话，伤害会更高啊。大招就是关人，但是只能关一个人，站在大招里面会获得超强的吸血能力，并且不一定关到人才能在里面吸血，也意味着我们偶尔会用到大招来跳小兵或野怪来吸血。而且因为这个机制，我们可以晚一点再出巨能之力，前中期以秒杀敌人为首要的任务。最高连击的伤害也非常简单，就是一技能过去晕人后，马上二技能戳接石化，戳完再大招关起来普攻，大招没了，一技能跟上再晕了再戳。当然也会有各种不同的情况，没有办法那么顺利的接技，就是因为我们带石化的关系，有时候我们一技能要拿来当做位移技，然后靠近敌方的后排。不过最大伤害的连技通常都是二技能会先回好，那我们大家自己看情况来决定要不要先按二技能就可以了。并且现在这个机制，我们带石化切后排其实可以更稳的，就算我们一技能晕空了，也能直接跳敌人后排。石化接二技能大部分可以秒杀敌人后排，也比较不容易被反杀哦。然后还有一点要注意的就是，我们的一技能如果拿来逃命的话，千万不要打到敌方的目标，那就会停下来了。再来先看选角，原则上我都是1楼秒锁的，但是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我的信誉非常高？只有信誉值满点的人才可以用西尔维亚这个造型的。另外就是西尔维亚非常害怕有多段控制的英雄，例如对面的伊通，还有他们 ban 掉的马尔提斯。只是敌人最后一个不知道为什么啊，他想了想，最后选了个迪亚斯，所以他待会就完蛋了。不对，我要感谢他成为我这部教学视频的演员。怎么说呢？就是因为我们二技能其实非常烂呐，除了缓速跟定身以外的控制，随随便便就被打断了。反制手段就是出个寒冬王
皇冠，先开2技能再开寒冬，不过按慢了一样会被断，所以我通常也不出了，除非敌人的英雄太多，角色都有控制的话，那才考虑一下吧。然后如果没有太多的话，等敌人交完控制再上，或是在敌人交控制之前直接把人给秒了就行。那其实西尔维亚1级对线也并不弱啊，只是说他是迪亚斯，我稍微尊重他一下。但这场的迪亚斯是和平发育派的，所以我也没办法打出什么火花。那像刚才2级的时候，我们要抢钱多多，其实还蛮好抢的，主要就是我们1技能过去有带晕眩啊，晕下去之后直接2技能戳，我们大部分都能抢到的。只是说刚才为了避免迪亚斯把我消耗血量，所以我刚才清兵慢了也没抢到。那现在迪亚斯配合着他们的队友一起追杀佛朗哥，这边我有个判断上的小失误，因为我们的打野早就死掉了，我应该直接忽略他们的入侵，因为就算我过去也只能在旁边发发呆而已。刚才还不如迅速清光线上的小兵吃经济，把小兵推进敌方的防御塔给塔杀掉，那样做的话才能制衡迪亚斯去支援得到的优势。所以看到我现在才2级，而迪亚斯已经3级了，就是因为我刚才3心2意的犹豫了，导致我漏掉了一只小步兵的经验。但迪亚斯贪心想吃塔皮，我本来只是想吓吓他，没想到他紧张开了反击，想要减少伤害，殊不知就是这个反击对我造成伤害，防御塔才会攻击他的呢。我刚才也是确定防御塔在打他的时候，我才教了实话。哎呀，这个啊，大家在拆塔或是吃塔皮的时候，一定要特别小心，别乱使用会对敌方英雄造成伤害的技能。那现在时间已经2分钟了，所以我这边选择迅速把兵清了，准备来打乌龟的团战。那现在看到中路打得火热的很，敌人也准备要抢乌龟了。迪亚斯毫无防备的走了过来，我直接给他一套连技，可惜没有实话，没办法直接秒杀他。哎呀，结果迪亚斯脑子烧坏了，2段又跳了过来跟我拼命。当然我也就是开心的大招关上，我敲他是可以回血的，虽然迪亚斯打我也能回血，但我在大招圈内是会加攻速的，然后再看情况，要先补伤害的话就直接先开2技能，需要伤害最大化的话才等1技能回好再使用1、2连技。像刚才杀迪亚斯就是直接2技能伤害就足够了，那我们就可以把1技能给省起来，如果真的没杀死的话再拿1技能来追击就可以了。那这边我实话还差一点点，但我的队友都在，我其实抱着就送头吧的心态进去抢的，因为对面打野不在，好加在迪亚斯又紧张了，但我们的大招实话都差不多回好了，这边千万不要怂干就对了。我原本瞄准迪亚斯，但被佛朗哥拉了，想说他们能收掉，我可以追击欧若拉跟哈利，但迪亚斯开反击，我1技能只好回头尾刀我队友收不掉的迪亚斯啊！要是迪亚斯刚才没逃出来，我又认为队友杀不死，我1技能肯定是会给哈利的，然后再大招关欧若拉，只是非常可惜啊，时机就是只有那0.1秒的，而我刚才也是求稳健，并没有取消1技能，直接送给了迪亚斯，也就只能先放了欧若拉一命了。那现在为什么我不回家，而是直接走来这边呢？因为我所有技能都是好的啊，因为我们西尔维亚的战斗能力跟血量其实没有太大的关联的。那这边我是怕我的伤害不够，所以我是使用了最大化伤害的连技来打刚才的迪亚斯。那若是我刚才想要回血的话，我也可以直接大招跳他，然后直接用1技能再接2技能戳他，戳到一半的时候再开实话，那么的话我的血就直接满了。不过我刚才认为伤害不够，很显然是我多心了，刚才应该要用我第2种说的方式来接这个迪亚斯才对，那么我现在也就不用回家补血了。不过也好啦，也是要回家补个魔。那我们这一场也是我单排的排位，然后我看到我的队友非常的冲啊，我非常紧张，赶快闪他个撤退。我的队友们看了人头比数，似乎认为自己是顺风的，开始浪了起来。幸好他们还是有听话的，乖乖撤退了。因为其实现在整场的经济大概都在我身上啊，我拿了4颗人头啊。换句话说，就是我的队友并没有赢对面的其他4个人太多经济，所以我是非常不想要看到我的队友打得太激进的。我希望他们稳住，照正常打就好。所以现在我也是陷入了两难啊，到底是要去支援打乌龟，还是继续推经验路？那么这2者选择都是没问题的，只是我这边被河道花给看到了，所以我就选择不过去了，先打个钱多多，观察一下情况。这边蛮好的，迪亚斯还在经验路这边，这个距离他应该是没有发现到我再走到这个草丛里面，也确实他并没有发现到我再次对他发起最大伤害化的连击。迪亚斯
师现在应该是非常绝望了。那现在因为我队友他们在抢乌龟，我的距离有点太远了，所以我这边就不过去了。我这边把小兵清一清，把上塔给推一下。就算我队友乌龟团战打输了，乌龟也掉了，但我在经验路拿到的优势刚好可以把队伍的平均水平拉回来。总之啊，我们杀完迪亚斯或是杀迪亚斯之前，我们要选择去支援乌龟，或是像我刚才这个选择，或是继续拆塔都是没有问题的。而我刚才是选择了继续拆塔，相信我的队友并没有去支援。那现在地图上面都没有看到敌人，而且这迪亚斯怪怪的，照理来说我杀了他这么多次，他应该会很害怕我才对。哦，果然看到了伊童，而且我的队友们都没有露脸，所以我先保持安全距离，先退一下。对面狐女也不知去向，一定要有危机意识，这边肯定是要来抓我了。看到没？狐女马上出现在他们后面，就算不是也要这么想。而我们的尤利恩也趁着这个机会，看到敌人不在中路，把欧若拉给收了。敌人们就这样一直瞎忙，奔波于我们给的兵线时间差。然后现在又看到伊童跟迪亚斯都跑回去中路了，我这边就可以尽情的推线了。就是这个原因，所以我才敢在一开始的时候我就把一技能用掉。那像现在我打钱多多就不可以随便把我的一技能用掉了。那现在又看到我的队友们在下路集结推塔，而且我这条的兵线已经到敌人他们家门口了，所以我没事干来刷自家一只野怪。那当然这个位置我们特别的安全，就可以随便的把我的一技能给用掉。观察小地图，确认局势，确认敌方英雄的位置是非常重要的，也是我在解说时不知道该说什么的时候拿来水时间的好东西。但我现在才发现我的队友们正在跟敌人4打5，通常遇到这种情况，我们的队友是有可能打出团战然后残血撤退的，所以我也是赶快走过来支援，并且走过来不可以用一技能赶路把它用掉。虽然现在这个片段是我的队友打赢了团战，但很多时候是我的队友会打输团战并且往我这边撤退，那么我的一技能就来不及CD好了。关于这点是非常多玩家的通病啊，就是为什么有时候会觉得明明队友就在旁边，但是就是觉得他酱油的没啥存在感的主要原因。那现在游戏时间刚好要8分钟了，乌龟要变成领主了，代表着这场是个大顺风，并且是个碾压局啊。但事实上能够知道整场游戏都该干啥的玩家实在不多，刚好就趁这个机会跟大家讲一下。哦，现在看到狐女在下路了，我们让尤朵拉去处理，我们就可以直接开领主了。而且像这场的敌人对我大杀特杀肯定有阴影，我可以直接站在路上给敌人看，或者是清小兵，他们就不敢来抢领主了。回到刚才的话题，我个人是觉得这个游戏在8分钟的时候就进入中期，而一场正常的游戏结束的时间大概是在13分到16分之间，也就代表着现在游戏时间还很早啊，还不到该结束的时间，所以千万不可以着急。我们可以趁敌人想要清兵线或是想要抢领主的时候来抓一下落单的敌人，然后再保持着良好的兵线，我们就可以自然的打进去了，不需要太激进。因为在12分之前高地塔是会有一个被动爆炸的，所以大家看我这边把中路的2塔推掉之后，我让小兵进去把他的被动消耗掉，我就直接离开了。包括刚才的双杀，我也是非常的意外，不知道为什么敌人会走出来送我头。那这边因为我们拿了领主的关系，我们出来的兵是强化小兵，而强化小兵出来的条件是领主活着的时候出生的小兵才会是强化小兵，所以这边我们必须来追迪亚斯，阻止他清领主。所以因为这个关系，必须要让领主活久一点。我在之前的教学也是都跟大家讲，尽量不要去清领主那条的小兵，让敌人的小兵卡住领主，让领主去杀敌人的小兵就可以了，就是这个原因。通常来说，领主何时上高地就代表何时会被清掉。大家看现在刚好9分40秒，小兵出生的时间就是40秒跟10秒的时候，所以这波的小兵还会是强化小兵，这才是拿领主的主要价值，而不是领主本身。然后刚才冲塔的话，我们也可以先不要用一技能，这样我们才能用一技能来逃命。而且我是带超载时间，所以我大招放了，可以加快我的1、2技能的 CD 的速度。然后再继续说刚才领主的部分，现在我们的强化小兵走过来了，这个才是吃领主主要的目的。尤其是刚才那条12分之前紫色的领主是非常烂的。那这边我的队友们其实搞错方向了，我们的目的应该是要保护我们上路的
的小兵，让小兵去推塔，这样子才是正确的选择。那这边其实我是有大招的，我是有办法可以直接把主堡给拿下的。如果我们上路小兵一路进去的话，只是很可惜我的队友全部残血了，而且这场是单排的，所以他们一定不知道我有大招，更不知道只要稍微帮我吸引一下敌人，我就有把握把他们全部杀光光。当然保守一点是最好的，毕竟我对他们来说也是路人，不要让，不要相信我才是正确的。不过现在我们3路的兵线也都要一起走过来了，待会可以压一波塔，试试看有没有办法推掉高地哦。不过这边敌人走出来了，他们没有耐心，那我直接跳大招，然后1技能接上2技能再石化，直接让这个伊童蒸发，那这边就直接赢了哦。对了，还有一点我还没有说到，就是我出装最后一件是放神圣晶石，我再推荐一下，如果有很多小型控制会断招的那种，或是非常肉的英雄，可能需要在大招里面站撸的场子，我会建议可以在天堂之雨出完后先补个石猴棍棒，效果绝对会让你惊艳不已的。因为其实我们西尔维亚也有吃物理系数的，但是没特别的话就直接出神圣晶石就可以了。哦，对了，那再跟大家讲一下，为什么我都发这种很短时间或是顺风很快就结束的这种场子，主要就是不想讲太久啊。所以我在3个礼拜已经发了一个废片，就是西尔维亚送头送的很夸张的那一种。想看逆风可以去看上礼拜的废片。有时候其实送头也不是我们愿意的，是吧？然后大家不要再说我都拿人机场来当示范啊。大家看到我们这个结束之后，我们可以点一下这个历史记录。也可以看到什么结算中啊、线上啊，还是什么匹配中、游戏中，这个就不是人机啊。我所有发上来的教学一定是有检查过，不是人机才会发上来的。好，那今天我们就到这边了。我是小雨，感谢大家收看，我们就下期再见喽。